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宋朝官员工资为什么高？如果我们拥有一次穿越回古代做官的机会，你会选择哪个朝代？有人可能选汉唐，因为那是中华帝国的巅峰，威加海内；有人可能选明清，因为权力集中，微服自享。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活得滋润，又有钱又有闲，甚至还想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言论自由，那么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给你同一个建议：去宋朝。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打仗似乎总是在输。但恰恰是这个看似软弱的朝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公务员待遇的巅峰。宋朝官员的工资高到什么程度？简单来说，就是高的离谱。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钱的故事，这背后其实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及随后的一整套统治集团对人性和制度之间关系的一次深刻实验。我们先来算一笔账，看看到底有多高。提到宋朝的清官，大家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名字一定是包拯、包青天。在戏曲和电视剧里，包拯是一副黑脸，铁面无私，生活简朴，甚至还得为了百姓去吃糠咽菜。但历史的真相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根据《宋史》《职官志》以及相关的宋人笔记记载，我们来复盘一下包拯在担任全职开封府，也就是开封市市长或者是首都市长这个职位时的收入。宋朝的官员薪酬制度极其复杂，不像现在就是一个工资条。它主要由3部分组成，第一叫正俸，就是基本工资；第二叫加俸，各种补贴；第三叫职田，就是国家分给你土地，收成归你。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全职开封府，他的正俸主要包括每个月料钱1500贯，贯是宋朝的货币单位，1贯钱通常是1000文铜钱。在宋仁宗时期，1贯钱的购买力相当惊人。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按米价来折算。宋朝平时米价大概是600-700文一担，1贯钱能买将近20米。宋朝的1担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60公斤左右。也就是说，包拯1个月的基本工资能买将近3000担米，也就是18万公斤大米。但这还只是零头。除了铜钱，通过《宋史》我们可以查到，他每个月还有大量的食物补贴。比如每个月发给他的粮食露宿是100担，每个月发给他的元随欠人粮和餐钱，也就是给他私人雇佣的警卫仆人发的伙食费，以及他自己的午餐补助是一笔巨款。冬天发木炭，夏天发丝绸和棉花。最夸张的是一项叫做公用钱的制度，这是宋朝特有的，就是朝廷允许地方高级长官保留一笔钱，用于公务接待、宴请或者是接济部下。这笔钱在开封府这样的首都衙门数额巨大，而且几乎不需要审计，很多时候是可以合法装进自己口袋或者由自己支配的。历史学家曾经详细折算过，如果把包拯所有的工资、粮食、布匹、煤炭、职田收入加在一起，折合成现在的购买力，包拯的年薪大约在今天的1000万人民币级别。你没听错，是年薪1000万。这还是以清官著称的包拯。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宋朝，你根本不需要贪污，你只要老老实实做官，你就是顶级富豪。所谓的清廉，在宋朝并不是一个需要你饿着肚子去坚持的道德神话，而是一个有着丰厚物质基础的制度设计。那么问题来了，宋朝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就要回到宋朝建立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原本是后周的大将，即使做了皇帝，他心里最恐惧的事情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武将造反。唐朝末年到5代十国，短短50多年换了5个朝代，10几个皇帝，甚至出现了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谓之这样的论调。谁拳头大谁就是皇帝。这种混乱的局面让赵匡胤寝食难安。为了结束这种局面，赵匡胤搞了一个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他把那些也是军阀出身的老兄弟们叫来喝酒，跟他们说，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你们拿着兵权，万一你们的手下也给你们披上黄袍，你们想不干也不行啊。不如交出兵权，我给你们足够的钱，给你们良田美宅，给你们歌舞女，
你们回家享福，责备子孙，我也能睡个安稳觉，君臣之间互不猜疑，这样不好吗？这就是宋朝高薪政策的雏形。它的底层逻辑是用经济利益交换政治安全。赵匡胤是个非常务实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看透了人性的人。他知道靠道德说教去约束手握重权的人是没用的，靠严刑峻法在五代那个乱世也已经失效了。唯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于是宋朝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国策，并且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为了让这些士大夫、这些官员死心塌地地维护赵家的天下，宋朝决定给钱，给大钱。这种高薪不仅仅体现在钱多，还体现在名目繁多的福利体系上。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细数一下宋朝官员的福利清单，你会发现他们把人性照顾得无微不至。首先是随从，在宋朝，官员的地位极高，朝廷会根据你的级别给你配备相应数量的仆人。这些仆人虽然是伺候你的，但工资是国家发的。宰相级别的，国家给你配100多个仆人，稍微低一点的也有几十个。这就解决了官员生活起居的后顾之忧，让你能显得非常有排面。其次是衣物，宋朝官员每年春秋2季都会发大量的绫罗绸缎。宋朝的官服非常华丽，这些布料不仅可以自己做衣服，在当时丝绸本身就是硬通货，是可以当钱花的。再次是特殊的茶酒钱、除料钱、薪炭钱。你想喝酒，国家发钱；你要做饭，国家发调料费；你需要烧炭取暖，国家发炭。甚至到了后来，连官员家里喂马的草料，国家都包了。还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制度，叫恩印。现在的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而在宋朝，只要你官做得足够大，你的子孙后代，甚至你的门客亲戚，都可以不经过科举考试，直接进入官场做官。这就是恩印。虽然通过恩印做官的人，升迁速度不如科举出身的人快，但他解决了一个官员最大的焦虑：我死了以后，我的家族怎么办？宋朝告诉你，别担心，只要你忠诚于朝廷，你的家族就能长期享受国家的供养。这种制度设计其实就是把官员当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私心、有家庭负担的人来看待，而不是当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赵匡胤和他的继承者们似乎在传达一个理念：我知道你们想过好日子，我知道你们想光宗耀祖，我知道你们想让子孙后代衣食无忧。没问题，这些我都给你们，而且是合法的、体面的给你们。你们不需要去刮地皮，不需要去冒着杀头的风险贪污，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效忠皇帝，治理好国家。这也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那么这个制度运行的怎么样呢？真的是钱给够了就不贪了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宏观上来看，宋朝的吏治，特别是在北宋前期和中期，确实比晚唐和五代要清明得多，也比后来的明朝中后期要好。因为在宋朝，贪污的机会成本太高了。假设你是一个宋朝官员，你每年的合法收入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如果你贪污，一旦被抓，不仅这笔巨额收入没了，你的社会地位、你家族的恩印特权全都没了。你是愿意为了几万两银子去冒险，还是安安稳稳的拿着几百万年薪过日子？对于大多数理性的人来说，选择后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宋朝的文官地位极高，宋太祖立下士碑，虽然后世有争议，但精神是一致的，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这给了官员极大的安全感和尊严。一个又有钱又有尊严又安全的职位，谁会轻易去破坏它呢？所以我们看到宋朝涌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名臣，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等。这些人不仅仅文学造诣高，在政治操守上普遍也比较有底线。他们之间的斗争更多是君子之争，是政见不同，而不是为了抢钱或者为了害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不需要为了生存去恶性竞争。但是历史总是充满了吊诡。宋朝的高薪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小贪小摸，
却衍生出了另外2个巨大的副作用，最终也成为了拖垮宋朝的重要原因。第一个副作用，冗官。既然做官待遇这么好，那么全天下的人都想做官。宋朝的科举取士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每一次科举都要录取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加上前面提到的恩印制度，导致官员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到了宋英宗、宋神宗时期，官员的数量已经多到十羊九牧的地步，一个岗位可能有3、4个人在候补。这些多出来的官员，朝廷也得养着，也得发高薪，这就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宋朝虽然经济发达，商业税收极高，但也架不住这么庞大的开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3冗之一：冗官、冗兵、冗费。国家的钱大部分都用来给官员发工资和养兵了，真正用于民生建设或者国防储备的比例就被压缩了。第二个副作用，高薪并不能完全消灭贪欲，人性是贪婪的，有时候够了是一个伪命题。对于包拯、司马光这样的君子，高薪确实养了廉，但对于蔡京、童贯、秦桧这样的奸臣，高薪只会让他们更有资本去攫取更大的权力，从而获得更惊人的非法财富。宋徽宗时期，权相蔡京当国，他的生活奢靡程度令人啧舌。据说他家做包子专门有一群人只负责切葱丝，他的财富已经不能用薪水来衡量了，那是富可敌国。在这种高层腐败的示范下，底下的官员也开始不仅满足于高薪，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更隐蔽的寻租。而且宋朝为了维持高薪，必须不断地增加税收和专卖收入，比如盐铁专卖，这些负担最终还是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所以我们看《水浒传》，为什么会有智取生辰纲？为什么会有方腊起义？说明在这一套光鲜亮丽的官员高薪体系之下，底层百姓的压力依然是巨大的。为了对比宋朝高薪养廉的效果，我们非常有必要拉出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做对比，那就是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是贫农出身，这辈子最恨贪官污吏。他建立明朝后，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严苛、最低的官员薪酬制度。明朝官员的工资低到什么程度？一个正一品的大官，月俸禄大概是80、70米，这看起来还行，但实际上明朝经常发不出米，用宝钞、纸币或者胡椒、苏木这些食物来折抵。折算下来，明朝一个县令1年的收入可能只够养活一家几口人，稍微想吃顿好的都得算计半天。海瑞死的时候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这在明朝不是个例。朱元璋的逻辑是，当官就是为人民服务，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你还想要钱？你敢贪污60两银子，我就剥皮食草。结果呢？明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贪污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因为官员也是人，他们要养家糊口，要迎来送往，要维持体面。朱元璋给的工资连基本生存都困难，那官员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贪，不贪就活不下去。于是明朝出现了一种非常讽刺的现象，朝廷名义工资极低，但官员通过火耗、林间梯湖等各种手段从百姓身上刮下来的钱是工资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明朝的制度逼良为娼，把好人逼成了贪官，而宋朝的制度试图通过满足人的欲望来遏制人的恶念。两相对比，虽然宋朝最终也亡了，但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及宋朝政治文明的高度确实是明朝难以企及的。宋朝灭亡时，有10万军民崖山跳海殉国，士大夫展现出了极高的气节。而明朝灭亡时，投降李自成、投降满清的官员比比皆是，这背后很难说没有待遇差异带来的心理影响。回到我们的主题，宋朝的高薪养廉是一次把人性写进制度的早期尝试。他承认了人是有私欲的，承认了官员首先是经纪人，然后才是道德人。他试图建立一种契约，国家给你体面的生活，你回报国家以忠诚和廉洁。这个实验成功了一半，它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璀璨的文化盛世，造就了最受尊重的文官集团。但它也失败了一半，因为它忽视了机构膨胀的自然规律，也低估了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下，权力和金钱结合后产生的吞噬力。
宋朝的故事告诉我们，单纯的高薪并不能100%养廉，如果不配合精简的机构、严格的审计和动态的淘汰机制，高薪最终会变成财政的黑洞。但是宋朝至少做对了一件事，他没有虚伪地要求官员去做圣人，他尊重了劳动的价值，尊重了知识的价值。王安石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如果官员还在为明天的米缸发愁，你就不能指望他去思考国家的未来。这句话放在1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好的制度一定是基于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而不是基于对人性最美好的幻想。宋朝的官员可能工资高得离谱，但那个时代对于士大夫人格的尊重，对于知识分子体面的维护，或许才是宋朝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